整只的野猪肉在热带雨林的气候下究竟需要如何处理才能长久的保存？而这4只不明物种的灵鸟又究竟为何会出现在自己的农庄呢？坑洞陷阱捕获的野猪已被昆泰处理干净，精细的切割，必须要将一整只猪全部的分解成小块，才方便于接下来的熏制和保存。热带雨林的气候闷热且潮湿，如果不能将这些猪肉妥善的处理和保管，可能要不了多久就会全部的变质。只有将其尽快的熏制成熟，并剥离所有的油脂，才能让长久的保存成为可能。不过好在野猪肉的脂肪含量少得可怜，复杂的地形以及野外的生存环境练就了一身的瘦肉。半个多小时的操作，昆泰已将整只野猪彻底的分解，采挖上一点完全野生的姜黄，这是熏制前所要做好的准备。泉水旁的仔细清洗，每一个都要尽数的切割掉外皮，接着再将其一点点的敲碎成末，只需用力的挤压即可将金黄色的姜汁榨出，而这也是将野猪肉去味增香的关键。一点点的涂抹，尽量的保证猪肉的每一个地方都要有所浸泡，接着再用提前就准备好的竹签将每一块的猪肉穿起。蘸满了姜汁的猪肉会在高温与烟雾的双重作用下逐渐入味，一块一块的悬挂于火堆之上，劈砍来足够多的枯木树干。如此的熏制一般都会需要2天2夜的时间。当然，这只小野猪的肥肉并不多，昆泰只需等待1天1夜的时间，基本就可熏制完成。然而此时自己驯养的小野猪貌似是闻到了同伴的味道，它可能也想要借此机会品尝上2口。不过即使猪肉被熏制的完全干燥，也不能直接的放置，那样依然会变质。想要更加长久的储存，昆泰还必须要借助另外一种材料，已经完全枯死并干燥的毛竹。它中空的特性是绝佳的储存器具，昆泰已经细致的修整出了2个。它的作用就是要将熏制好的猪肉与潮湿的环境完全的隔离，并且干枯的竹壁还有吸收水分，持续的保持体内的空气完全干燥的作用。炭火的高温已经开始在起作用，猪肉中的油脂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的分解融化，用于储存的竹筒已经做好。昆泰也该好好的品尝一下野猪肉的味道了。倾倒入山泉，被蒸煮至沸腾的猪肉将会自带香味。30多分钟的等待，终于可以大快朵颐的野猪肉已经可以出锅。拿上2根已经熏制好了的肋条，不同口味的相互融合将会让这顿野猪肉大餐更加的美味。大口的撕咬，满嘴流油的感觉，昆泰已经很久都没有感受过。仅仅只是20多分钟的时间，5块野猪肉就已被昆泰全部的消灭殆尽。等到吃完，几个小时的熏制已经让猪肉呈现出了烟熏的红色，部分较小的肉块也已经达到了可以储存的标准。一块一块的将其取下，然后全部的塞入制作好的竹筒之中，盖上盖子。如此的方式至少可以保证它们储存上接近1个月的时间。而对于剩下的这些较大的肉块，昆泰也是全部的将其放置在了上层的烤架之上，只要可以保证火堆的持续不灭，它们也依然可以坚持上1个星期的时间。随着小雨的降临，昆泰已迎来了全新的一天，冒着小雨在山林中前行，自己说不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然而就在自己经过一处斜坡时，持续的鸟叫声却是引起了昆泰的注意。透过声音的仔细搜寻，连续攀爬了几个山坡，才最终发现了声音的来源。在一处隐蔽的灌木丛中，4只还是宝宝的幼鸟已被完全的淋湿。虽然它们的身上已经全都长出了羽毛，但是朝着天空张大嘴巴等待着喂食的本能，却是说明了它们正在等待着妈妈的归来。不过其中的一只貌似状态已经非常的不好，它双眼紧闭，好像已经生命垂危。昆泰向着上方看去，这些小家伙应该是从树顶的鸟窝中跌落至此的。那么有老铁认识这是什么品种吗？如果是你，在这野外生存的环境中，你又是否会选择将其吃掉？然而昆泰却并没有这样选择，他将4只小家伙全都带回了自己的农庄。幼小的生命还没有感受过湛蓝的天空，正如马匪张麻子的那句名言一样，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昆泰决定要将幼鸟抚养长大，采摘上几颗鲜红的果实，这些是灵鸟最爱的食物之一，也许这些可以保证它们的存活。持续的喂食，小家伙张开的嘴巴表明了他并没有因为淋雨受到过多的影响。然而那蹲坐在他身旁的2只却貌似已经无法站立。昆泰赶紧地将小家伙们全都放在了火堆旁，生上火。他希望炭火提供的温度能将4个小家伙救活。现在的他们急需要温暖，贴心的昆泰也在试一下温度，他要确保这样的距离不会将4只幼鸟直接的烤熟。然而既然决定了要饲养，那就一定要有一个可以供4个小家伙进食和休息的鸟窝。劈砍上一截毛竹，在相对应的位置处全部的将其分解成片，接着再将相邻的一片去掉，如此才可方便于鸟巢的制作。几根竹片被捆绑进了中间，足够宽敞的内部空间才可以让4个幼鸟聚集在一起。炭火的烘烤起了作用，幼鸟的羽毛也已经全部的烘烤至干燥，继续的捆扎，每根独立的竹签都要单独的固定完全。不过虽然依然还是幼鸟，但是这体型看上去却是比一般的成年灵鸟相差不多。难道这是老鹰一类的猛禽吗？持续的编织，鸟窝的整体框架已经完成。昆泰又找寻来了一些枯死的芭蕉叶，他要将其全部的铺垫在鸟巢之中。幼鸟的体温已经达到正常，昆泰将它们全都转移到了木板之上。2只之前已经奄奄一息的幼鸟此时也有了好转的迹象，它们已经知道张开嘴巴等待喂食了。将芭蕉叶一点点的铺垫好，保持窝内柔软的同时也要保持温暖。手工的鸟巢已经完成。
昆泰将其安装在了自己的竹墙上，将小家伙全部的转移到窝中，以后这里就将是他们的新家。小雨再次的降下，幼鸟也全都相互依偎着睡着了。背上竹篓，昆泰还要去采集一下喂食野猪和原鸡的食物。小雨让新鲜长出的枝叶异常的鲜嫩，昆泰采摘上了一些。野生的木薯作为主食当然也是必不可缺。然而等到自己回到农庄，完全喂不饱的幼鸟却又再次的张开了嘴巴，等待着喂食。无奈的昆泰也只能是继续的承担起了奶爸的职责。然而意外却是发生了，两只状态并不是很好的幼鸟貌似已经死亡。昆泰仔细的查看了一下，身体的外部并没有伤痕。等到掰开其中一只的嘴巴后，才发现原来是喂食的野果太大，堵住了气管，才导致的窒息而亡。然而昆泰此时的脚踝却好像有点隐隐作痛的感觉，赶紧的掀开裤脚，原来是两只小的蚂蟥。仔细的检查，这些家伙会吸食自己的血液，甚至会钻入血管，所以一定不能有遗漏的存在。不过两只幼鸟的死亡可能都是因为自己的过失才导致的。虽然昆泰会有些稍稍的自责，但是既定的事实却已无法改变。自己目前能做的就只能是给两个小家伙好好的安葬一下了，找上一个好一点的风水宝地，捡拾几块石头，一个完整的石块墓地也算是自己的一点小小的补偿了。那么问题来了，这到底是什么品种的幼鸟呢？上一秒还在咕咕的喂食，下一秒却又是白发人送黑发人，难道自己就真的不适合将灵鸟喂养长大吗？再次的找来另一窝不明品种的幼鸟，然而他们又究竟是否可以成功的存活呢？新一天的来临，圈养的小野猪已经饿得想要爬出猪圈，而昆泰也是忙于喂食依然还存活的两只幼鸟。自己采摘的森林野果已经被两个小家伙吃得差不多了，天空依然还在下雨，昆泰也听到了野猪的嘶吼，他不得不冒雨再次的前往丛林寻找食物。连续的降雨让原本逐渐干涸的溪流泉水充沛，一只土生土长的山泉蟹从上游被带过来的食物诱使着他们，即使是充满危险的白天也是进行了外出的觅食，沿着水流继续的寻找。在这样的环境中不可能只有一只，又是一只小家伙出现在了眼前。在冰凉的山泉水中，它们行动缓慢，每一处小的积水当中都有可能会有隐藏。短短的几分钟之内，昆泰就已捕获到4只。当然，那些躲藏于石缝底部的可能会稍微的费上一些力气，虽然行动缓慢，但是立于身前的2只大钳子却也依然需要格外的小心。半个多小时的抓捕，昆泰就已收获到足够的数量，他们已可以解决自己的早餐问题了。再次的回到农庄，虽然自己的衣服已经全然的湿透，但是2只幼鸟饥饿的求食声还是让昆泰选择了先行喂食。它们的羽毛已经快要整齐，只有多多的补充营养才能让它们尽快的长大。一整串的野果已经喂完，昆泰也该制作自己的食物了。外边的雨势越来越大，昆泰脱下了外衣放于火堆旁，将所有的山蟹放于铁锅之中，倒上点山泉，炭火的蒸煮只需10几分钟就可让其完全的成熟。不过这早餐却着实是有一丢丢的奢侈，随随便便就整了5只的山泉蟹，这玩意可比我吃上几个包子有营养多。早餐已经吃完，然而此时的小雨却依然未停，已被淋湿的衣服已经不能再穿了。无奈的昆泰只能是光着膀子再次的背上了竹篓，毕竟农庄中的牲畜到现在都还没有喂食，自己必须冒雨前去寻找。纯野生的木薯并不难被发现，被雨水浸湿的土壤也让采挖容易了许多。持续的劈砍，不论大小都要全部的搜集到背篓，溪流中一根根的清洗，这样回去以后自己就可以直接的开始着手制作了。然而等到昆泰再次的回到农庄，异常的安静却是没能引起他的注意，自己只是在专心的处理掉木薯的表皮。等到已经全部的上锅蒸煮，此时的自己才注意到2只幼鸟的异常，它们并没有像之前那样叽叽喳喳的寻求喂食，赶紧的起身查看。然而2个小家伙此时却已经死亡。昆泰想不通，他想不通自己已经非常尽力的照顾了，为什么幼鸟还是会莫名其妙的就没了呢？况且自己采摘的5串野果都已经全部的喂完了。然而无论如何，既定的事实无法改变，昆泰也只能是再次的给2个小家伙修建上一处安息的坟墓，希望他们来生不要再遇上自己吧。蒸煮着的木薯已经成熟，昆泰顺手就吃上了几块。温暖的食物可以为寒冷的身体补充上一些热量，当然这些并不是为自己准备的，全部的倒入猪食槽中。饥饿的小野猪已经等待了很长的时间，小家伙现在和自己的关系已经很好，他已不再畏惧昆泰的接近与抚摸。还在暴雨中凌乱的原鸡也在等待着喂食，不过已经过去了这么久了，雌性的原鸡却还是没有爆发出母性，之前产下的7颗鸡蛋可能已经被昆泰吃进了肚子里了。随着新一天的来临，久违的晴天终于是出现了，昆泰已将小野猪放出，现在的他在享受自由的同时也可以独自的觅食了，而自己也要背上竹篓再次的出发，因为只有在雨后才会生长而出的嫩芽需要尽快的采摘，它们的营养含量和口感都是小野猪最为喜欢的存在。不同的品种枝叶，不同的限制嫩芽，自己要多多的采摘上一些来用于今天猪食的制作。一株红色的藤条，昆泰在浓密的灌木丛中发现了它的根茎是淀粉含量非常高的存在，并且自带鲜甜的口感，也几乎和红薯相近。10几分钟的挖掘，一块硕大的紫红色根茎就已经完整的出现在了自己的眼前。如此的个头，自己一整天的食物问题都将会得到一次性的解决。最后再将挖开的坑洞埋好，
发达的根系会在土壤的滋养下再次的结出果实，继续的向前出发。然而就在昆泰还在仔细的寻找其他资源的同时，上天对自己的考验却又是再次的突然降临。一片浓密的灌木丛中，昆泰发现了一处建于此处的鸟巢。3只浑身长满白毛的幼鸟此时正在等待着妈妈的归来。现在的它们没有任何的辨别能力，只会凭借着本能张开嘴巴等待着喂食。不论等来的是昆泰还是将会吃掉它们的毒蛇，昆泰小心地查看了一下四周，此时的鸟妈妈并不在附近，这又将是再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昆泰毫不犹豫地就将鸟巢抱在了自己的怀中。没错，自己要把这些小家伙偷走，他一定要凭借着自己来将幼鸟一点点的喂养长大。再次的回到农庄，昆泰仔细的查看了一下幼鸟的状态，浑身纯白色的羽毛都还并未散开，它们应该被孵化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并且窝里还有2个尚未孵化的蛋，说不定在自己喂食的期间，它们还可以诞生出新的生命。迅速的扑抓，昆泰正在捕捉草丛中的虫子。经过上次喂养的失败，昆泰已经意识到了可能是自己食物的问题，所以这3只的幼鸟自己都将会用虫子进行喂食。10多分钟的捕捉，10几只的虫子应该已经够喂饱它们了。将鸟窝端出，嗷嗷待哺的小家伙也是张大了嘴巴。昆泰小心翼翼的喂食，每一个虫子都送到了小家伙的嘴里。然而这次昆泰又是否能够成功的将幼鸟喂养长大？而这些幼鸟又究竟是什么品种？与小野猪的亲情互动，不论怎么拍打都不会有任何的反抗。细心的喂食，不知是何品种的幼鸟到现在都还依然存活。而在这处巨大的天然石窟内，又会不会有什么惊人的发现呢？新一天的来临，大雨再次的笼罩了森林，小野猪正在悠闲的享受着清凉，而昆泰也在继续的忙碌着自己伟大的事业，专门制作的喂食器以及盛放昆虫的竹筒。这足以说明昆泰是多么的想要通过这3只幼鸟来证明自己。转眼间，刚刚还是气势磅礴的大雨就以瞬间的转弱，小野猪在啃食蕨根，原鸡也在自行的觅食。幼鸟的喂食已经完毕，昆泰查看了一下自己用于储存食物的竹筒，空空如也的内部也说明了自己的食物又再次的迎来了短缺。带上柴刀继续向丛林进发，即使外边的小雨依然还在下，原始的森林中处处都充满了危险，而与之相对的，繁茂的生机也是提供了大把的狩猎机会。昆泰仔细的寻找，不利的降雨也将会在自己熟练的求生技巧下成为帮助自己的工具。一处岩壁下的石缝，森林的降雨并没有影响到这里，而这也就成为了设置陷阱的最佳地点。附近的野生山鼠只要外出觅食，必然会选择这里来当做往返的通道。随手的劈砍上几根树枝，只需最为简单的操作即可准备好几根用于制作陷阱的触发装置。虽然这种陷阱最为简单，但它的效果却是着实的不错。昆泰已经利用它在这山林中抓捕到了很多的猎物，撑起石块而刚好维持的平衡，只需简单的碰触就可让陷阱触发，所以只要是老鼠经过这里就必定会被擒获。继续的前进，只有一处的陷阱并不能确保一定可以狩猎成功。一棵100年的大树，繁茂的枝叶让靠近树根的下方很少会受到降雨的影响，这里的位置也很不错，并且也很有可能会狩猎到小松鼠。昆泰也是同样的在这里设置出了相同的陷阱，而对于最后一处的选址，昆泰则是将其搭建在了石缝与树根的交界处，不论是老鼠还是松鼠都极有可能会从这里经过，并在石缝中啃食它们找到的坚果。3处的陷阱已经足够，昆泰再次的回到了农庄。已经被完全驯化的小野猪这次并没有选择和他同行，小家伙并不太喜欢浑身湿漉漉的感觉，赶紧的查看一下3只幼鸟的情况，它们貌似已经睡着了。再次的向着山坡走去，自己用于取暖的柴火已经所剩无几，劈砍上一些自然枯死的树干，繁茂的灌木已经将它们全部的覆盖，尽数的切割成段，这些已足够自己燃烧2天的时间。等待陷阱触发的期间，昆泰也是找到了和小野猪更加拉近距离的方法。抓痒，这是几乎所有4脚动物都难以拒绝的东西。昆泰是一边抓一边拍打，野猪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圈养而变瘦，它正在逐渐的强壮起来。5个多小时的等待，昆泰决定去查看早晨设置下的陷阱，毕竟直到现在自己都还没有任何的进食。充沛的溪水在断崖上形成了小的瀑布，想要去到陷阱就必须要穿过这里。猛然的加速，第1处的陷阱已被触发，一只体型超过2个手掌大小的野生山鼠已被石块压成了薯片。看看这长长的尾巴，如果它出现在小区里，估计也只有狸花猫敢捕食了吧。然而位于大树下的第2处陷阱此时却是纹丝未动，这里的遮蔽还是太过于稀薄，白天应该很少会有猎物从此经过。继续的前进，位于交界处的第3处陷阱也已被触发，这是一只可以张开身体2侧进行滑行的小松鼠，有知道名字的老铁可以帮忙普及一下。当然，有了如此的2只收获，饿了1天的昆泰也终于可以在睡觉前美美的饱餐一顿了。火堆上烧掉体毛，可以被称之为鼠王的体型很是不错，就连铁锅都不能完全的装下。溪水旁的仔细清洗，采摘点鲜嫩的树叶当做配餐，将小松鼠架上烤架，炭火的蒸煮只需半个小时就可彻底的激发出肉质的芳香，最后再加上点解腻的绿色树叶，一锅有着浓稠汤底的荒野大餐就已完成。看着昆泰大口啃食的模样，小编也真的很想尝试上2口，也许它真的很香。等到吃完，3只幼鸟的喂食当然也不能忘，昆泰足够的小心翼翼，每次也只会喂食上1只小的蚂蚱。然而这3个小家伙又是否可以真的被一点点的喂养长大呢？
随着新一天的来临，久违的蓝色天空终于是出现了。昆泰也正在制作着今日的猪食，被切割成片的木薯。这满满的一大锅就是小家伙一整天的食量，而剩余下的这些还会被继续的切碎，它们会在炭火的烘烤下彻底的变干。自己也正是依靠着它们来将原鸡彻底的驯化的。然而上一秒还是晴空万里，下一秒却又是风雨交加。不过好在降雨只持续了10多分钟，铁锅内的猪食已经煮烂。昆泰又切割上了一点树叶来改善口感与营养的均衡，终于是做好了。体型逐渐壮硕的小野猪很是喜欢，丰富的淀粉含量会让它越来越强壮。农庄的一切都已忙完，昆泰又再次的踏上了觅食的旅程。2个多小时的路程，昆泰来到了一处断崖的下方，原本的一处地下暗河也随着流水的冲击展露出了真容。弯腰的仔细寻找，并不是很深的溪流中往往都会有所收获。果不其然，缓缓流淌着的溪流中有不少的溪鱼正在顺流前行。昆泰只是单单的依靠着双手的捕捉，就已收获到了好多条。生长于山泉水中的它们肉质鲜嫩，如果能够多捕获上一些，那自己今天的食物问题就能得到有效的解决。简单的观察，昆泰决定暂时来将河流改道，用碎石在岔道口处堆砌出一道阻流的堤堰，让溪流暂时通过分支继续流淌，而这被分隔开的河道则会因为没有水源的持续汇入变得逐渐干涸。所有的溪鱼都已全部的显露出了水面，这也让昆泰的抓捕降低了难度。只是10多分钟的捡食，所有没有来得及逃跑的溪鱼都已被尽数的抓获了。虽然它们的体型看上去并不大，但是10好几条的数量却也足够自己饱餐一顿。用藤条将其一条一条的穿起，自己要寻找一个适合的地方进行烹饪。当然，为了不破坏原本的生态平衡，临走之前，昆泰也是将堤堰拆除，他要让这条溪流恢复原本的模样。顺着断崖继续的向上攀爬，原来这里别有洞天，广阔的空间应该是地壳运动时期所自然形成的，当然也很有可能是因为地下暗河的穿过所冲击而留下的。然而无论如何，这里都很适合用来烤制刚刚捕获的溪鱼。升上火堆，仔细的清洗，2串鲜嫩的荒野烤鱼就将会在炭火的高温下逐渐成熟。半个小时的等待，连肉带刺的大口进食，这样的野外生存，你又是否能够挑战呢？被一点点薅掉的豪猪刺，穿插而起的雪白肉块，还有这种利用豪猪刺制作出来的剑鱼，你又是否见过？然而如此强力的弩弓又是否可以再次的成功狩猎呢？新一天的来临，随着雾气再次的笼罩着山林，昆泰也带来了不幸的消息。虽然小野猪正在享受着998的抓养套餐，但是昆泰身后的捕鱼笼上，此时却是少了某样东西的存在。没错，3只红毛鸡幼崽又再一次的成功的被昆泰送走了。它们夭折于昨天的夜里，并在今日的早晨和4只幼鸟共同的埋葬在了一起。虽然略有歉意，但是自己的生活却还是需要继续。背上竹筐，自己还要去山林中寻找喂食小野猪的食物。野生的木薯依然还是主食，虽然它们全都隐藏于灌木丛中，但是它独特的夜行只要稍微的找寻，还是可以很容易被发现。然而就在昆泰想要采掘上更多的时候，地面上的碎渣却是引起了自己的注意。这是很明显的木薯被啃食的痕迹，并且果实上的缺口看上去也很新鲜。放下手里的工作，昆泰要沿着痕迹进行追寻，猎物很可能才刚刚离开这里。如果可以将其抓住，那么今天自己的食物问题就可以彻底的解决。又是一滩刚刚排出不久的粪便，一路上的小心翼翼，在昆泰连续的追踪了20-30米后，斜坡上的蹄印再次的印证了自己的猜想。小家伙的体重并不是很大，这也并不是野猪所留下的行踪。终于是发现了，虽然镜头只捕捉到了一瞬间，但是那坚硬的尾刺已经表明了这是一只豪猪。昆泰已经将其击杀，放在竹筐之中，接近20斤的体重又让自己有了一定量的食物储存了。继续的将采挖的木薯整理好，自己要抓紧时间回到农庄，将豪猪赶紧的处理好。炎热的天气会很快的让其散发出味道。还没有喂食的小野猪一直都在等待着昆泰的归来。稍微的休息，已经有了食物的自己可以适当的放缓一下工作的节奏，重新的将火堆点燃，蒸煮上一锅滚烫的开水，可以将豪猪很好的处理干净。10多分钟的等待，用刚出锅的开水直接的倒在豪猪的身上，如此所有坚硬的尾刺和浑身的毛发都将会很好的拔出。半个多小时的忙碌，雪白的豪猪肉已被切割成块，来上一个后腿和肚底肉，这是自己今天的食物。而对于剩下的肉块，昆泰还是会将其用竹签串好，然后悬挂于炭火的上方进行熏制。只有尽早的蒸发掉多余的油脂，并让肉质成熟，才能进行储存。高温的烤制，持续的翻面，焦黄的豪猪肉在经过了1个多小时的炭烤后，终于是成熟了。大口的撕咬，肥肉相间的口感非常不错。虽然今日的天气稍稍的有些炎热，但是如此鲜亮的美食，又有几个人可以经得住诱惑呢？仅仅只用了30分钟，昆泰就已将超过3斤的肉块全部的吃完了。小野猪也是闻到了香味，他也想整上2口，但是昆泰好像不是很给面子。切割的较小的豪猪肉已经熏制好了，一块块的解下，要先将它们储存在竹筒之中。然而小野猪却是趁着昆泰不注意的时候，偷偷的将吃剩下的骨头全都吃了进去。豪猪应该是万万没想到吧，自己仅剩的骨头最后竟然被野猪吃了。随着新一天的来临，
摇着尾巴的小野猪正在等待着昆泰的喂食，猪食已经上锅，蒸煮的时间还需要等待。昨日捕捉到的豪猪，它坚硬的尾刺是很好的穿刺型武器，昆泰刚好可以利用这个间隙来将其利用起来，修整出笔直的毛主，将它们衔接到一起即可做成最为锋利的剑羽，而这也将会为自己后续的狩猎提供更好的帮助。仔细的修整，每一根竹签都做到了轻便笔直，安装上用于破风和稳定角度的尾羽，接着再将豪猪刺从尾端切断，最后只需将竹签一根一根的穿插进坚硬的尾刺之中，如此一个穿透力更加强劲的剑羽就已完成。再次的测试一下威力，随着扳机扣动的声音发出，相隔几米的芭蕉树干就已被轻松的穿透，并且昆泰经过几次的练习后，也已几乎可以做到百发百中。毕竟细小的芭蕉树干目标并不大，简单的清理。喂食完小野猪，昆泰要去丛林中寻找可以狩猎的对象，一路的仔细倾听，一路的细心观察，他要找寻灵鸟来作为自己的开弓对象。然而可惜的是，这些家伙还是停留的位置太高，自己的第一次出手并未能命中。继续的搜寻几根长出不久的竹笋，带上它们可以为自己在赶路的过程中补充体力。又是近2个小时的搜索，昆泰已来到了之前废弃下的基地。长途的奔袭已经让自己快要体力耗尽，他决定在此简单的休整一番，补充能量。升上火堆，直接的将竹笋放在其中，等到明火燃尽，鲜嫩的竹笋即可进食。消耗的体力已经得到了恢复，看着自己之前开发出的菜园，遍布的杂草已经长出了太多。然而此时的自己却并不想再耗费上过多的体力来进行整理了，他只想着明天自己是否可以用这锋利强劲的弩弓能够有所收获。